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张宏志，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大实话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先来进行一个非常严肃，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残酷的灵魂拷问。我们华人社会，尤其是在台湾，每逢过年过节，长辈寿宴，大家最常挂在嘴边的吉祥话，肯定少不了那句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或者是长命百岁。我们每个人发自内心的都希望家里的长辈，甚至是我们自己，能够活得越久越好。活到85岁不够，要90岁；活到90岁不够，最好能冲破100岁。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家里出一位100岁人瑞，那是祖上积德，是全家族莫大的福气。但是今天我想请大家稍微暂停一下，哪怕就这1分钟，我们把那些美好的祝愿先放一放，非常理性，非常现实的去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您真的活到了100岁，但是这人生的最后10年，甚至是最后20年，您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您的身上可能插着鼻胃管、导尿管，甚至需要呼吸器维持生命，您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需要看护或者子女在旁伺候，甚至更糟糕的是，因为严重的失智症，您连自己辛苦拉拔长大的儿女都认不出来，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如果是以这样的生命状态换来的100岁，您真的还想要吗？这个画面光是现在用讲的，我想很多朋友心里都会觉得很沉重，甚至有点喘不过气。但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真相。如果今天我告诉各位，目前全世界最顶尖的抗衰老医学专家，包括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们，在投入了毕生精力研究长寿医学后，得出了一个可能会颠覆您三观的结论。他们认为，人类最合适的寿命目标，其实并不是盲目追求那个冷冰冰的100岁，甚至也不是90岁。这个答案说出来，可能会让在座的各位吓一大跳。更关键的是，这些专家警告我们，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人拼命在做的所谓养生，不管是吃昂贵的保健品，还是各种偏方进补，可能从根本上就搞错方向了。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根本不是那个代表年龄的数字，而是另一个比它重要100倍、1000倍的东西。今天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关乎每个人晚年幸福的秘密彻彻底底的讲清楚。这不仅仅关系到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存活多久，更关系到当我们老了以后，是能够有尊严、有品质的到处游山玩水，享受含饴弄孙之乐，还是只能在痛苦中挣扎，甚至成为我们最深爱的家人卸不掉的重担。今天的这期内容含金量非常高，可能会完全改变您对养老、医疗和健康的全部认知。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听到最后，特别是家里有长辈的朋友，这一集的每一个字都值得您深思。为什么我们在此时此刻如此迫切的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大家追求的长寿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变质了。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当您说我想活到100岁的时候，您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什么？是不是像电视上循利宁或者维骨力的广告那样，一位满头银发的阿公或阿嬷，精神饱满的在公园里打着太极拳，或者是虽然拄着拐杖，但依然能牵着孙子孙女的手在阿里山看日出，或者至少还能自己一个人稳稳当当的走下楼，去巷口那家吃了30年的切仔面摊，跟老板切点卤味，聊聊是非，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晚年，对吧？但现实是非常骨感的。作为一名医生，我只要去各大医院的长期照护中心，或者是呼吸照护病房走一圈，看到的景象往往不是这样的。这几十年来，多亏了台湾全民健保的普及和医疗科技的巨大进步，我们的预期寿命确实大大延长了。根据内政部的统计，现在台湾女性平均寿命已经超过84岁，男性也接近78岁，整体平均早已突破80岁大关，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统计数据背后那个可怕的剪刀差？
也就是我们的平均寿命虽然长了，但是我们的健康平均余命并没有跟着等比例延长。卫福部的数据告诉我们，台湾民众一生中需要依赖他人照顾的不健康生存年数平均长达8年，甚至更久。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虽然活得更久了，但多出来的这些年份绝大部分是在生病、失能、卧床中度过的。这就好比我们把一根橡皮筋拉长了，但是中间那段最强韧的部分并没有变长，变长的只是后面那段松垮垮快要断裂的部分。我身边就有太多这样的例子，相信大家也不陌生。一位长辈活到了95岁，邻居都夸好福气，但实际上他可能从80岁那年跌倒骨折开始就再也没下过床，或者从80岁开始阿兹海默症慢慢侵蚀了他的大脑，从忘东忘西到最后完全失能，整整躺了15年。试问这15年对于这位长辈来说是生命的馈赠，还是一种漫长的折磨？这种不健康的长寿不仅是病人自己受罪，毫无尊严可言，对于整个家庭，对于子女来说，更是一场漫长且看不到尽头的马拉松。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负担，虽然请外籍看护、购买尿布、营养品、医疗耗材，一个月2、3万甚至4、5万新台币是跑不掉的，但更可怕的是，它会耗尽子女全部的心力与体力。我有很多患者朋友，明明自己也已经50、60岁了，正是准备规划退休、享受人生的年纪，却为了照顾80、90岁卧病在床的父母，成了三明治族群中最辛苦的一层，不敢出远门，不敢生病，甚至为了照顾父母提早退休，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这种压力真的不是外人可以想象的。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要问的问题，绝对不是我能活到几岁，而是我能健康、有尊严、不拖累子女地活到几岁。对于这个问题，现代医学科学家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他们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叫做疾病压缩。这个专业名词听起来有点拗口，让我用最白话的方式解释给各位听。这个概念最早是在1980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詹姆斯·弗莱斯博士提出的。他发现大多数现代人的生命曲线是呈现一种缓慢下滑的趋势，可能从60岁开始就有慢性病，70岁开始行动不便，80岁卧床，这是一种漫长的衰退。而疾病压缩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想尽办法把生病、衰弱、需要人照顾的时间压缩得越短越好，最好是把这段时间压缩到我们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甚至最后几天。换句话说，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赖活到100岁，而是要像一颗饱满的灯泡一样，一直发光发热，直到最后一刻灯丝烧断，瞬间熄灭。我们宁可健康的活到85岁，然后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安详离世，也不要从70岁就开始在医院进进出出。这才是现在所有顶尖长寿研究追求的黄金目标，也是对我们自己、对家人最负责任的态度。讲了这么多背景，大家肯定想问，那到底活到几岁最合适？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如果真的要从医学战略的角度给出一个数字，让大多数人能在身体还硬朗、头脑还清楚的情况下走完人生旅程，那些严肃的医学研究给出的建议，不是100，也不是90，而是一个非常有战略意义的数字，85岁左右。为什么是85岁？这个数字绝不是随便喊出来的。在长寿医学领域，有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专家，叫做彼得·阿提亚博士。他的著作超越100岁，在全球包括台湾都是超级畅销书。阿提亚医生团队研究了很多所谓的超级人瑞，也就是那些活过110岁的人。研究发现，这些超级人瑞并不是拥有什么不死金身，他们也会生病，也会得癌症或心脏病。但他们的神奇之处在于，他们的健康曲线整个向右平移了20年。也就是说，他们在100岁时的身体机能可能跟我们普通人70岁时差不多。他们真正做到了
完美的疾病压缩。身体是在极度高龄的时候才出现快速衰退。但是我们要有自知之明，绝大多数人，包括你我，可能并没有这种天选之人的基因。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要在没有特殊基因加持下，透过后天的努力能达到的最高性价比的寿命，大概就是85岁。这是一个我们可以通过饮食、运动、睡眠管理切实达到的里程碑。而且在到达这个年纪时，我们依然有机会保持极高的生活品质，也就是能够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够自己洗澡上厕所，能够思路清晰地处理自己的财务。这比躺在病床上庆祝100岁生日要实际得多，也幸福得多。所以在这里，我想请大家从今天开始修正您的人生目标，不要再空泛的许愿说我要长命100岁。您的新目标应该是，我要在我85岁甚至90岁的时候，还能独立完成我想做的所有事。为了量化这个目标，彼得·阿提亚医生发明了一个非常棒的工具，他称之为100岁人瑞10项全能。这个10项全能不是叫您去参加奥运会，去跑100米或是撑杆跳，它是请您现在，无论您是40岁、50岁还是60岁，立刻静下心来，拿出一张纸和笔，写下10件您希望在您85岁、90岁的时候还能够独立完成的体力活动。这10件事是完全个人化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阿提亚医生他自己的清单上非常具体，像是第一，我能够把自己提起一个30磅大概13公斤的行李箱，举过头顶，放进飞机的行李舱，这代表他还能去旅行。第二，我能够跟我的孙子孙女在地上玩乐高，然后可以不靠人搀扶，仅靠自己的腿力从地上站起来，这代表他的核心肌群和下肢力量足够。第三，我能够一口气爬上4层楼梯，去拜访没有电梯的老朋友家，而且不会喘不过气。那各位朋友，属于您的清单会是什么呢？我想了一下，如果是我的清单里一定会有这几项。我希望我85岁时还能提着装满5公斤水果和蔬菜的菜篮从早市走回家，并且爬上2楼的公寓。我希望我还能蹲下去帮我的爱犬洗澡，并且能够自己站起来。我希望我还能自己开车，或者是搭捷运换公车去参加老同学的聚会，而不需要麻烦孩子接送。我希望我还能清楚记得我的提款卡密码，能够自己去银行办事。我希望在年夜饭的时候，我能亲自下厨做几道拿手菜给孙子吃，而不是坐在轮椅上等着被喂食。如果您现在正在看影片，不妨在心里想一想，或者稍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到了85岁，只有一件事是你一定要能自己做的，那是什么？是去公园散步，还是抱动你的曾孙？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其实才是我们晚年尊严的基石。而您现在做的所有养生、所有的运动、每一顿饭，都应该是为了服务这个10项全能的目标。为了让我们在85岁时还能做到这些，我们必须在50岁、60岁的时候就拥有远超这些要求的体能储备，因为体能是会随着年龄流失的。我们必须现在就存够健康存折里的本钱。好，目标我们已经定得很清楚了，就是高质量的85岁。那具体该怎么做？我们要从哪里开始下手？专家告诉我们，要从人体衰老最底层的逻辑抓起。我们身体的老化虽然表现出来是皱纹、白发、行动迟缓，但其核心主要来自2个东西的衰退。第一，是我们身体内部的微型发电厂，也就是粒线体的功能障碍。第二，是我们的生命支柱，也就是肌肉力量的流失。先来讲讲这个能量危机。我们每一个细胞里都有成千上万个粒线体，它们负责把我们吃下去的便当、水饺、珍珠、奶茶转换成身体能用的能量，让我们能动、能思考，心脏能跳动。您可以把粒线体想象成身体里的电池或是发电机，但是随着年纪大了，这些发电机也会老化，零件磨损，变得没效率。它们不但发的电变少了，而且
这些老旧的发电机在运作时还会排放大量的废气和黑烟，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自由基和氧化压力。这些废气会反过来破坏我们的细胞，导致发炎甚至致癌，这就是老化的本质。那怎么办？难道只能任由它老化吗？好，消息是我们的身体其实非常聪明，它内建了一套清理机制，医学上叫做粒线体自噬。讲白话一点，就是身体会自己派出一支清洁队在细胞内部巡逻，把那些老弱病残只会冒黑烟的粒线体给吃掉、分解、回收，然后把空间腾出来给新的高效率的粒线体。这就好比是工厂的汰旧换新，既然有这套机制，那要怎么启动它呢？并不是吃什么昂贵的补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竟然是饿肚子。准确的说，是给予身体适度的能量压力，比如间歇性断食。我知道很多长辈听到断食2个字就害怕，觉得是不是要我去修仙辟谷？不是的，这里讲的间歇性断食只是要您把吃东西的时间集中起来。现在的台湾社会饮食太方便了，3步1间超商，5步1个夜市。很多人早上7点吃早餐，晚上9点还在吃咸酥鸡，睡前再喝杯牛奶。这就等于让您的粒线体工厂每天24小时全负荷运转，全年无休，根本没有停机保养的时间。清洁队想进去打扫都没机会。专家建议我们应该尝试把一天的进食窗口缩短在8到10个小时以内。例如，您早上9点吃第一餐，晚上7点前吃完晚餐，然后嘴巴就封条了，直到隔天早上9点，这样您每天就有14到16个小时的空腹期。当身体处于空腹状态，血糖下降，胰岛素下降，那个自噬清洁机制就会被启动，身体会意识到现在没有外来的燃料了，它就会开始清理内部的垃圾，把坏掉的零件拆解来当燃料。这就是最天然的细胞排毒。讲完了细胞层面的能量，接下来我要讲第2个重点。在这个问题上，我要非常严肃、非常郑重地告诉各位中老年朋友，这可能是您余生健康最关键的决定因素，那就是肌肉力量。过去我们的健检报告，大家最关心的不外乎是体重有没有超标，胆固醇高不高，血压怎么样。但现在最新的长寿医学观念已经翻转了，您老了以后日子过不过得下去，肌肉量才是真正的决定关键。医学上有一个词叫肌少症，它是老年人的隐形杀手。肌肉不只是让您有力气提东西而已，它对健康有2个巨大的保护作用。第一，它是防止跌倒的安全气囊。跌倒是老年人的大魔王。我在医院看过太多案例，身体原本还不错的老人家，只因为浴室地滑摔了一跤，髋骨骨折。髋部骨折在医学上被称为老人杀手，从此卧床不起，引发肺炎、尿路感染，半年1年人就走了。如果有足够的肌肉包裹骨骼，反应速度够快，就能大大降低这种风险。第2，肌肉是我们身体最大的血糖仓库。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吃下去的饭面糖大概有70%到80%是靠肌肉来消耗和储存的。如果您的肌肉萎缩了，就像仓库变小了，那您吃下去的糖分就没地方去，只能飘在血液里，血糖自然就高，糖尿病就找上门了。所以请各位朋友从现在立刻马上把抗阻力训练，也就是重量训练加入您的生活中。千万不要觉得重训是年轻人在健身房练大块肌的事情，那是天大的误解。我所说的重训是为了生存而训练。研究显示，即使您现在已经是70岁、80岁，从来没做过运动，只要您开始练，肌肉依然会长出来。您不需要去拼大重量，您可以拿2个装水的保特瓶，或是用弹力带，甚至在家做从椅子上坐下再站起的深蹲动作。只要您坚持1个礼拜2到3次，每次30分钟，给肌肉一点负重刺激，这才是专家口中真正有效而且没有副作用的长寿药。
我们前面讲了吃的、动的，这些都是有形的生理层面。但很多长寿专家特别提醒，有2样无形的资产常常被我们华人忽略，但他们对寿命的影响力可能比您吃什么有机蔬菜还要巨大，那就是精神上的意义感和高质量的社会连结。先讲意义感，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特别是一些在职场上很有成就的男性朋友，公职退休或者公司退位后，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因为他失去了名片上的头衔，失去了每天奋斗的目标，突然之间觉得我不被需要了，我没用了，这种心理上的空巢期非常可怕。心理学研究表明，这种缺乏目标感对身体的破坏力比抽烟、肥胖还要严重。拥有强烈生活目标的人，他们体内的发炎指数更低，大脑认知功能退化得更慢。所以哪怕退休了，您也一定要找到让自己每天早上有理由起床的那件事。这不一定是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去社区大学教小朋友写书法是意义，每天坚持去市场买最新鲜的鱼做给老伴吃是意义，在阳台把兰花照顾得漂漂亮亮也是意义。只要您觉得这件事有价值，它就是最好的抗老护身符。再来就是社会连结。哈佛大学有一个持续了80年的幸福研究，结论只有一个：良好的关系让我们更健康、更快乐。长寿研究者普遍认为，孤独是现代人的新瘟疫。长期孤独对身体的伤害相当于每天抽15根香烟。很多长辈怕打扰子女，又懒得出门应酬，慢慢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千万不要这样，请像管理您的股票基金一样，去主动管理您的社交投资组合。每个礼拜至少要安排1-2次必须出门的社交活动，不管是跟老战友去公园泡茶下棋，还是参加社区的歌唱班、进香团，或者是去教会、寺庙当志工。记住，人际关系跟我们的肌肉一样，也是用进废退。多跟人说话，多动脑子去处理人际互动，是预防失智症最有效的手段。最后，我要补充一个我们常常挂在嘴边，却总是做不到的支柱：睡眠。很多人以为老人绝少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一天睡4-5个小时就够了，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误解。高质量的睡眠是保护大脑不痴呆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的大脑在白天运作时会产生很多代谢垃圾，其中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就是导致阿兹海默症的元凶之一。那这些垃圾什么时候清呢？只有在我们晚上进入深层睡眠的时候，大脑里的一套特殊清洁系统类淋巴系统才会启动，把这些垃圾冲刷出去。如果您长期睡不好，或者靠吃安眠药强制关机，但没有进入深度修复，就等于家里的垃圾车罢工了。垃圾越堆越多，大脑迟早会当机。所以请重视您的睡眠环境，睡前少看手机蓝光，保持卧室凉爽黑暗，这比吃补脑丸有效得多。好了，讲了这么多，我们的结论其实非常清晰了。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不是劝大家不要活得久，而是要追求一种经过设计的长寿。我们的目标是高质量的85岁。为了把这个目标转化为明天的行动，我帮大家总结了5条最落地的健康法则，请大家一定要记下来。第一，重启您的饮食时钟，不要再纠结是吃低脂还是低碳，重点是什么时候吃。尽量戒掉宵夜，把每天的进食时间压缩在8到10小时内，给身体足够的空腹时间去打扫卫生。第二，重新定义您的运动，散步很好，但不够，必须加入抗阻力训练。深蹲、提重物，保留您的肌肉流失，就是保住您的晚年尊严。第三，睡眠是头等大事，把它当成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来对待。如果您有严重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或者失眠，请务必寻求专科医师协助，不要硬撑。第四，建立您的情绪排毒机制，不管是透过呼吸法、冥想，还是找朋友吐苦水，不要让压力荷尔蒙长期毒害您的血管和大脑。第五，拒绝大脑退休，无论几岁都要保持学习。
学一道新菜，学用智能手机剪影片，学一种乐器，保持好奇心，多交新朋友，这是抵抗孤独和衰老的终极武器。各位亲爱的朋友，古人说人生70古来稀，但在座的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超过这个年纪了。在现代医学的加持下，我们有幸能够活得更久，但这份幸运不应该变成一种诅咒。请放下对100岁那个数字的执念，把目光聚焦在如何让现在的每一天都活得强壮，活得清醒，活得有意义。我们的新目标是让85岁活得像60岁。当我们真的到了告别的那一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这一辈子直到最后那一刻都是自己在掌控方向盘，我都活得精彩漂亮。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的父母或者家人有那么一点点启发，请千万不要吝啬您的手指，帮我按一个赞，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我们要健康的活，不仅要活得久，更要活得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健康大实话再见。